呃，我的弹幕机呢？OK，嗯，操，等一下，哎，我本来想我今天 iPad 玩的时候忘记充电了，就剩50%了。我说坏了，不会顶不住这次直播吧？我说那要不再开一下那个，开一下弹幕机，开一下3D 的试一下。然后结果我这里鼓到3D，鼓到了得有，好了吗？哎，我的实时字幕为什么没有？我实时字幕在哪儿呢？OK OK，实时滤镜就懂吗的。哎，为什么有一个实时字幕，但是不显示呢？还有把我自己放大一点，放在边边。OK OK。哦，对了，要不你换一个好了。上回皇帝的那个，我看看啊，在这儿。沙皇，然后调整一下。啊，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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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就这样。OK，OK OK，沙皇，看看啊，哎，不是字幕不好使了吗？我靠，聊天模式，Hello Hello，哎呦，太难使了，这个破东西，太难使了，好衰呀！什么破东西？然后游戏捕获。啊，这个，这。OK OK，晚上好，晚上好，大家继续啊。无罪之情，无罪之情。太久没玩，得有好几周了。今天鼓到3D，结果又是我之前播3D 还能打开呢，现在就完全打不开了，完完全全打不开这个软件。打开这个软件之后，跟我的直播间就是会很卡，它也很卡，然后我直播我也打不开，就是那个浏览器就白屏，加载不出来。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上午咱月饼卖的特别不好，就去那栋超豪华大楼碰碰运气。咱在暗巷里发现了一节绳梯，在那里爬进了2楼。大概是在8点左右，咱找到了一个电梯，随便按了一个键，好像是101。就刚开门一看，听到一个男人的哭声，那声音还在一直重复一句可怕的话，因为很害怕，咱就把电梯门关上了。后来咱看到标语说顶楼在搞活动，跑到那一层，跟着人群混了进去。剩下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所以这个证人是用绳梯爬进大楼里的。进入直播间。哎呀，因为当时大楼的人不让咱进去嘛。我这个是不是？哎，我为什么我的一直加载不出来呢？我靠！我看我直播竟然加载不出来。进入直播间。证人行动可疑，不过他身上并无硝烟反应。OK， 咱就是为了多卖2块月饼啦，咱知道错了，以后不会这么做了。你不是听到被告的杀人自白吗？那到底是什么？
虽然是句外语，但咱查到它的意思，意思就是是我杀了你。这胡编乱造吧？你把你那句原话说一说，你说中文有啥意思？是的呀。因为它重复太多次了，所以记下了发音。语音翻译。真的翻译成中文了。证人证词的可信性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我建议你再把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被告在101层杀害死者之后，也许是良心发现。如果刚好路过现场的证人听到了这一切。没想到我们会得到这样意外情报，辩护方你有何意见？从没听过这个情报，在询问结束前无法发表任何意见。有点忘了，他应该是误入会场，然后那个啥的。等等，这就是你所谓的杀人自白了。那个声音就一边哭一边重复的那句话。犯罪！虽然咱也不想，但那个声确实就像鬼片一样。录音和现场音的区别还是明白的。等等，你所说的顶楼是指188层啊？咱只记得按了电梯里数字最大的按钮。之前都到188层了，为什么没有到处推销月饼？啊！尸体出现，等一下，我忘记 PK 了。尸体出现的时候，你也在多功能厅吗？在的呀，咱坐的比较靠前，还是头几个发出尖叫的人呢。然后咱就被那位大姐头抓走审问了。等等，你在案发现场的附近街道卖月饼持续了多久？差不多有1星期了吧。不过你为什么会觉得去天津贸易中心会比较容易卖？特面向高端人士的定制款要卖3倍价格。欢迎玲珑，晚上好久不见，晚上好。今天都聊到月饼了，各位有钱有势的老爷太太们不来尝尝吗？哇，难得在法庭上亮相，贪图小利是不对的，所以咱免费送。感谢玲珑的点赞。笑死啊！品尝月饼吧。既然你都这么说，那我就我饿了，我先吃。棒极了！看似强强联手的检方阵营又被一块月饼给瓦解了，给我也一块。他报都是现在很奇怪的人，吃下去真的没有问题吗？等一下，这个月饼竟然好吃到哭啊！虽然不想承认，但确实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糕点。怎么你也该吃了？就是你真的只是一个手工小作坊小贩吗？这味道我感动的都要流泪了。承蒙各位夸奖，这个招牌豆蓉月饼咱研究了很多年，明明是这么好的东西，却一块也卖不出去，很困扰。也是一块月饼没卖出去吗？这个不是了，你们不是买了吗？除了你们之外就没人买了呀。你能把那句话加到证词里吗？好的。反对。是有的，那个电梯的那个按钮我都有印象。我看一下有没有证据啊？有没有证据？我记得电梯里那个按钮，这个，那就是这个。咱不要吵架，咱照着做就是了。当天早上在一块月饼没有卖出去，不然也不会钻进大楼里了。
然后这一段很重要，我们没卖出去，我看一下，应该是这个。反对。OK。这我再确认一下，案发当天你真的一块月饼没有卖出去吗？当然的呀，我并没有怀疑你的意思，但你刚才的证词里显然在隐瞒着什么，有吗？是的，米诺，当天早上从未外出一块月饼，我手里这件证物会显得非常奇怪，因为你月饼出现在了一个绝对不该出现的地方，那就是本案的死者林小璐惠里香的身上。诶，怎么还在呀？您说我前好几天卖给他的。审判长，请看这件警方在开庭之后刚刚提交的证物。虽然它被咬掉了一部分，但月饼饼皮上的豆子工坊字样依然清晰可见。这真的是这位小姐的东西吗？会不会是仿冒者所为？雷姐已经说了，窦子荣小姐是一个无证经营啊，根本没人注册。反对！死者身上就算装着证人的月饼，又有何问题？这月饼无毒无害，死者的死因与他完全无关，他和本案根本没有联系。哎，还没有明白吗？证人制作的独门糕点不可能平白无故的跑到死者这个逃犯身上去。唯一合理的理论是证人与死者曾经有过接触。死者自从去年年底从法庭逃离以来，便失去音讯。我们再次见到他时，就已经死去了。也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没有掌握过死者生前的讯息。这位证人很可能是见到活的林小璐，怎么能说与本案没有联系？啊，只是说他有联系啊。他是叫这个名字吗？那个姐姐只说自己姓林，我还以为是本国人姓氏的林来着。你真的接触过死者，只卖了他一块月饼，别的就没有了，什么都不晓得呀？你是在何时何地遇到他的？你们都说了什么？就在2层，咱从绳梯爬进来不久，咱以为他是这里楼里的宾客，就上去推销了呀。只觉得他说话还挺有礼貌的，不过我没说过什么重要的事。咱不知道他的身份，也不知道他是去哪，只是买了1块5元月饼。在那之后呢？他去了哪里？你又去了哪里？这个姐姐就坐电梯走了，就和咱说的一样，在四处寻找其他买主。你为什么不一开始透露这些情报呢？因为咱很害怕，怕自己被卷入麻烦事里。所以呢，你浪费了我们这么多时间，就证明死者曾经买1块月饼。敢问案情有何进展？起码证明在那个时间点他活着呀。但是言而有信的人答应别人事就绝对不能食言。内情也许谈不上吧，说到底咱姐只是个局外人，但有件很重要的事咱必须要搞清楚才行的呀。等等。辩方认为证人还没有透露全部的实情。辩方认为证人还隐瞒了这件事，我勒个豆，我怎么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前往101层的理由。关于 JXX 晚上好像前往101层的理由，目击情报，应该是这个101层的理由，就是你前往101层的理由。对，这块确实没说。欢迎 SYX1992 进入直欢迎播间。1992，晚上好，晚上好，欢迎来到莎莎直播间。现在在播《无罪之庭》的最后一章，应该是最后一章，第5章。你刚刚在证词中说过自己只随便按了一个按钮才到101层，事实真是如此吗？我可以证明，子荣前往101，并不是一个随机事件，证据就是这个。看这个。是的，您重点关注一下电梯面板上101层的按钮，按钮上有无记，没错，准确的说那是少量的豆沙馅。根据证人的说法，林小璐从他手里买了块月饼之后，就乘坐电梯离开了。由于我们在死者身上发现的是一块被咬过的月饼，我们不难猜测这块豆沙馅的无记还有可能是林小璐一边吃月饼一边按按钮留下的。证人，你之所以前往101层，就是因为看到了按钮上的豆沙馅，对吗？作为月饼的制作者，你看到按钮这一刹那就可以锁定林小璐的行踪。你口口声声说除了卖了他1块月饼之外就没再有其他接触，
那你为何在他离去之后，却选择顺着他的按钮痕迹跟随其后？反对！死者奇怪的装扮形迹可疑，换了任何人都想跟上去看看，都符合常理。这样作为一个卖月饼的小贩，却执意要跟随一个已经完成消费的客人，哪里符合常理了？就算他的举动稍有异常，但警方经过细致的研究，早已排除他作案的嫌疑。他的一切行动都与案件无关，这个前提下，对他死缠烂打只是在浪费时间。没有作案嫌疑，并不意味着他的行为与案件全无关联。如果没有嫌疑人，就不该被追问。那我们是不是连开庭的是杀刑警的证词都不用听了？那个，请你们不要再吵了。林姐姐在天真的听到，说不定会难过。从昨天开始，咱就一直很矛盾，是要遵守诺言，还是要遵从自己的本心？不过咱想明白，他已经死了，已经死了的人就不能再说话了。想抓住杀害他的凶手，让他回归安宁，咱果然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大概是这样的吧。案发那天遇到的事，咱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你。OK 啊，终于是正确的证言啊！结果咱才刚刚蹲下，就被人拎着领子到了角落里。你是谁？闭嘴！啊！我问你，你如实回答，否则就别我不客气了。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生体是你布置的吗？人叫窦子荣，是个保研大学生，生体也是咱刚刚才发现的。大学生到这里做什么？手里的篮子交出来。哎，我怎么又断线了？啊？我网又掉了。哎，我是加了这破网，我真受不了。哎，家里这破网。等一下啊！我家里这破网。已成功连接至房间31814721。哎，这块让我换一下。不是。哎，我这看不到这个网络吗？加另外一个。IP 地址7。OK， 大家回来了。靠，怎么有这么一句词儿啊？我应该摁什么？操，我摁成什么了？封你为狗啊、哦！在这儿。OK。好的，这是什么？咱就是来这里的目的啊！豆子工坊欢迎品尝，这姐姐要不要买一个呢？没有个例会呀，最好有个例会，能在这种情况对自己威胁生命的人推销月饼，真是令人钦佩。如果设置生气人并非林小璐的同伙，那这东西到底谁为了什么而准备呢？在那之后，那位林姐姐就把咱放开了，咱还聊了一会儿天。窦子荣是吧？大好的年纪不好好读书，为什么要出来卖月饼？因为咱的父亲在几年前车祸去世了，母亲又经常生病，怎样为家里减轻负担？哦，月饼怎么卖？招牌豆蓉馅一个只要5元，姐姐要不要多买几个呢？今天没想着花钱，现金和手机都没带，身上钱恐怕只买一个了。没关系，买多买少都是心意啊。做这个不是长久之计，有机会的话，我给你介绍一份国际组织的工作吧。不是什么高收入职位，不过是个正规的兼职，总比你在街头叫卖稳定。我一会儿要去见一个很有钱的朋友，若有机会，我看看能不能让他帮帮你吧。月饼很甜，我就收下了。记住，无论任何人问起，都不要透露你在这里见过我。好的，一言一定。还要把你妈妈照顾好，等到你后悔的时候，一切都晚了。那个，你们怎么了？该怎么说呢？啊，跟认识的人好像不太一样啊。总觉得刚才证人所说的这些，和我们印象中的林小璐、惠理香相距甚远。没错，就好像2个完全不同的人。林姐姐她真是我这些天遇到最好的人，可是那么一个好人，为什么就那样死去了呢？林小璐、惠理香的父母是什么人？孤儿。天照方面的资料显示，她在年幼时间曾流浪街头，后来被一位女性收养。
林小璐可能是他养母的姓氏，对于他的养母我们一无所知。欢迎 EK 酱，进欢迎入 EK 酱，直播间。晚上好，晚上好。但你为什么在他离去之后要遵循着按钮上的痕迹追上去呢？你应该没有必要这样做嘛。其实有些难以启齿啊。这个问题如果不说清楚，可能会给林姐带来很多困扰。OK， 做个证啊，做个证。OK 了，谢谢您。OK， 证言。当时林姐姐身上在摸了很久才摸出5元，买了咱的一块月饼。其实咱已经很开心了，但是她觉得这样不够，说要给咱介绍国际组织的工作。后来我们聊到，她要去见一开口钱的朋友，说不定能帮咱解决一些问题。当时就想，要是能见到她的朋友，说不定可以卖给她好多月饼。然后咱走上电梯时，刚好看到了101层上的斗象，就跟着按了一下。之后遇到事咱都已经说过了，这有啥区别？这个理由好像对辩护没什么帮助啊！姐姐间没有大喊一派胡言制止咱们询问的。确实，如果是在平常，雷检一定会以浪费时间为由，施加很大的压力。如今正道线上安排的这些旁听者，反倒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便利。不要着急下些结论啊！请便询问，开始询问。等等，我以为你只要跟着他就能见到他的朋友，这个其实咱也不确定啊，他都没有说上楼去做什么。不知道这个死者来的目的啊，除非你能当天把他的灵魂召唤出来问话，否则就少跟我说风凉话，有点 Q 逆转裁判。等等，你就一眼注意到案件上的馅料了吗？对呀，毕竟是咱自己做的，整个电梯里都散发着浓郁的甜味啊。向你们这个火药学的月月送去你们事务所。等等，你所谓的之后遇到的事，是在101层听到被告的自白声音吗？是的呀，是那句不断重复的。但当时没有注意时间，有个10来分钟，算上等电梯的时间，可能加起来都有20分钟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20分钟不长，但也不算短，足够让很多事情发生。被告将死者击杀后，擦掉现场的血迹，再对着尸体忏悔，简直是绰绰有余。等等，只是5块钱，要摸很久吗？对的呀，他好像没有带钱包。等等，所谓的国际组织指的是哦，哎，101是这个，哦，不是，这是99层。那个咱不太明白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但林姐肯定出于好意。那个国际组织他收了是份待遇不算太高的正规兼职。等等，很有钱的朋友，你知道是什么人吗？不知道啊。如果知道是谁的话，咱就不用跟上去了呀。然后你就见到他了吗？当然没有啊。那个咱不是进了电梯之后就遇到诡异的事件吗？原本计划去那豪华大楼里卖月饼，结果还是一块都没有卖出去。林姐姐该不会咱身上散发着不祥气息害死的吧？你想卖他月饼，不是卖抱大腿？死者的人际关系说不定是案前的突破口，能不能再请你仔细想想？林姐姐提到朋友的时候，眼睛在向上看。有一种说法，人在提及一个已知方向对象时，会不由自主地看向他所在的方向。
也就是说，林小璐这位有钱的朋友很有可能正位于他的上方。根据不知真假的回忆来进行未必的推测，你们已经绝望到这种地步了吗？哎呀，我只是在阐述一种可能性而已。不过当时他位于他上方的人会是谁呢？辛苦你了，我们的询问到此为止吧。漏洞虽然没有，但是我意识到一件很重要的事，说不定可以为案情提供全新的视角。林小璐婚礼上在通缉状态已久，她的生活状况相当窘迫。她前来天津贸易中心的目的多半是去见一个很有钱的朋友。结合窦小姐的描述，这位朋友说不定与国际组织相关。此外，这位朋友还有可能当时处于她的上方。是的，综合我们所知的情况，不难推测，林小璐要去会面的对象就是不会是不会是不是他就是他。先出示被告吧。看这个，这不就是本案的被告吗？虽然我们在与被告会面时，他并没有透露任何关于死者的信息，但我根据上述条件不难推测，林小璐在案发当日要见的人正是银河。银河是国际组织环境之友的理事长，虽然我不清楚他的财富状况，但以他的身份，至少比我们这些平民也要富裕得多。重要的是，林小璐之所以下意识看向上方，很有可能他知道银河已经在101层等候。啊，还有我事儿呢。那个王大的推理，你多少发表点看法吧。到此为止。如果你说101层等候死者的就是被告，那岂不是恰恰证明了他的作案嫌疑？不是啊，他不是说他自己应该是进来的时候发现人已经死了吗？那站的位置不对呀。你对这位证人的询问，只是加速了这场庭审以有罪告终的进程。很可惜，我并不这么认为。如果你有任何见解，我愿意接受你的挑战。好得很，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也许林小璐的确是与被告相约见面，但这只会加强被告杀害林小璐的嫌疑。反对！被告与林小璐有了相见的约定，还要计划动手，这也太明显了。反对！如果你想要杀死一个人，那最简单的方式不就是想办法单独约见对方吗？警方之前对二人的约见尚不明确，你对证人的询问恰恰将这一空缺补全了。这样说也没错。也许林小璐被告与死者在案发地点相约，很可能就是要有计划的伏击他。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案发现场，也就是天际贸易中心的101层，除了承重柱之外，一无所有。如果被告存心想要伏击死者，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根本无处藏身的空旷场所？案发现场确实不是什么好的伏击地点，但被告也并不一定是用伏击的方式动的手啊。就算场所不适合伏击，也依然改变不了被告是本案最大嫌疑人的事实。如果被告真的是凶手，你不觉得他这次的杀人计划实在是太过粗糙了吗？反对！他的杀人计划或许真的很粗糙，但那也是因为他的身份特殊所致。看来第二轮要来了。被告并不是特意选择在天际贸易中心见面，而是迫不得已选择此处。反对！天际贸易中心有那么多层，被告怎么会迫不得已选择这样糟糕的地方？反对！这是一栋刚刚剪彩的全新建筑，被告又是个外国人，哪里有提前考察场景的机会？101层说不定根本就是他瞎选的数字，他来之前并不知道那是个怎样的场所。好像也有点道理啊。被告毕竟他身居高位，又是一国首脑之子，行程并不自由，这限制了他对地点的选择。反对！就算如此，他总会有一些私人时间，比如夜晚、用餐，或者是工作结束之后的闲暇。反对！被告可不只有 NGO 理事长这一个身份，还是一国元首的儿子，其周身的安保措施完全就是国家要员级别。
他几乎24小时都有专人保护，任何人想要接触他，都要经过重重安保。反过来说，他想要私自做些什么，也同样会被重重安保阻碍。这确实如此啊。OK， 被告可能准备了某种说辞或诱饵，引诱林小璐相见，代替了伏击的作用。反对。事到如今，我终于明白了。我手上确实有件证据。什么？或许他真的是银河为林小璐准备的，但他是不是所谓的诱饵，需要庭上的诸位来共同判断。说不定，他可以证明银河与林小璐见面的目的。什么？但什么呀？他也可以证明我怎么不知道啊？没有杀害林小璐的计划。等会儿啊！怎么会有这种证据？哎，你这不暂停啊？反对。没错，那件意义不明的证物现在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等一下，我保存一下。可以证明被告没有打算杀害斯的证据就是，这个，看这个卡，这是从死者身上找到的银行卡。是的，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这张卡的开户者正是被告海江田银河，卡内的存款额为100万元。被告还将取款密码直接写在了卡的背面，最终，这张卡却跑到了死者的身上。两人会面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已经不言而喻了。难道说？是的，被告与林小璐见面，正是打算将这张卡赠送给他，提供援助。OK， 辩护方，你知道你这是在说什么吗？如果此事属实，被告就成了通缉要犯的同伙。这点我当然清楚的很，但有句话说叫“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银河资助林小璐一事，恰好能洗清他杀人的嫌疑，我们就是在维护他的利益。他大可将这张卡作为诱饵，让死者放生警惕之后再痛下杀手。这根本就说不通。如果这张卡是所谓的诱饵，那被告有必要真的在里面存钱吗？101层又没有取款机，他随便拿出一张空卡都可以起到引诱的作用。这是这张存有巨额的资金银行卡，让被告成为整个大楼最不可能被杀害他的人。毕竟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为自己打算杀死的人准备援助。理解，关于被告杀人动机一事，我们还需慎重考虑。既然证据尚不明确，我们是不是应该又该驳回了吧？通通驳回啊！开始他的驳回。我方可以承认，被告杀害死者也许并不在他的计划之中，而且无论是蓄谋已久还是临时起意，都改变不了他的嫌疑。他若不是凶手，又何必将尸体搬运到天台呢？审判长没驳回啊，我以为他有各种驳回啊。检方就此申请传唤下一位证人。这位证人目击了被告破坏现场、搬运尸体的全过程。是那个，是不是他？那么现在起休庭。我才发现这块是报错了，是吗？什么 WebSocket Error 语句最大字符数 OK 好了吧 OK 好不容易看到点希望的曙光，怎么又冒出一个目击者呀？淡定，本案不只有一个目击者，但这一点昨天就知道了。所以咱之所以被动，是因为我们到现在都不了解银河当天到底干了什么。为什么总是遇到这种不配合的被告？这次并不是银河不想配合，而是因为他有某些难言之隐吧。我很想问问他与林小璐的关系，可惜一时办不到了。那这些天照民国工作人员还在附近吗？
这会儿倒是少了一些，他们大概都去看着银河了吧。我是很好奇，这个江田道正道的狐狸到底卖的什么药？他如果是关心银河的安危，想让咱们打赢官司，我可以理解。毕竟他在派来的这些人精神下，连姐姐都不敢对咱过度施压。确实，刚才这段庭审简直是你姐和你姐姐子嗣对决中最轻松的了。哦，看来小哥你的头脑还蛮清醒的嘛。谁呀？哎呦嘿！不同的例会，抱儿子的例会。我倒是想走，奈何天天第一次来法院，非要在这里逛一圈。那个姐姐好，叔叔好，怎么我们又差一辈儿？怎么我家天天都成传说了？来，天天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石震天，今天4岁半。山巡警，怎么今天想起带天天来法院了？我也不想，但他幼儿园因为春节临近就提前放假了。拜你们的委托人所赐，接待仪式完了，也给我加了新的任务，我只好随身带着他了。这么说来，石天姐，你昨天也把天天带到了天际贸易中心吧？对啊，与其让他单独待在家里，还不让他去我部下多的地方。我感觉这小孩是目击证人，肯定看了点什么。原本只是一场普通安保工作，谁知道会出这事儿啊！真是出了大眉头啊！这也不能怪我们吧？妈妈，你是在说那个好大好大楼的事吗？对的，对的，天天还在大楼里看到好多好厉害的东西。啊，有那么厉害吗？妈妈听到了也会吓一跳呢。好厉害的东西，难道说会和案件有关吗？当天根本没有离开过1层，怎么会和案件扯上关系？天天就想说就是那个特别漂亮的玻璃房子，透明的，好厉害。整体的观光电梯。好了，时间差不多了，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了，姐姐我就先走一步了。那林小璐身上也还有2件有点微妙的东西，下午还要回局里接着调查呢。我真的会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警方说什么也会在今天开庭前调查完的。也就是说，上有一些尚不明确和安全有关的东西了。差不多了吧？好了，咱们该走了。天天乖，跟2位道个别吧。带上孩子之后，山仙姐的气场完全不同了呢。山仙姐背后的辛酸，恐怕也不是咱这种人可以想象的。是的，看陆姐那口气，恐怕这个目击证词的可信度都会非常高。也就是说，银河君真的将林小璐的尸体搬离了现场。如果案发现场是101层，尸体最终却出现在了顶层，有人移动过尸体是必然的。在听到证词前，还是不要再猜测。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回去了。经过15分钟的休庭，我希望双方都做好了准备。那么，关于天照民国公民银河实现杀人一案，审理继续。就如刚才所言，这位证人在机缘巧合之下，恰好看到了被告处理尸体的一幕。既然如此，就请他赶快出庭作证吧。有请醉心于国学的果然是国学大师古国哥出庭。嚯！BGM 都变了。阁下过誉古语有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逢尘。古某一介文人难登大雅之堂，如此赞誉实在消受不起。这位证人年事已高，他的眼睛和皮肤由于疾病原因对强光非常敏感。据他所言，这份装扮是遵医嘱他已经在出庭前向本正式提交过申请。法者，天下之成事也。无其人来死，可是为了明公义，正法理。
古某不才啊，心思管理之行，仍是承蒙贵人抬爱，受邀而来。当日清晨，吾在机缘巧合之下行至天台，未曾想逢此骇人之事。入而视之，乃见一女子卧于阶台之上，一头卷发，甚是夺目。人躺哪儿有没有图啊？这也不卷吧？另有一个衣饰诡异、黑白相间之一人，面有温色，立于近旁，而击门不止，铮铮有声。说来惭愧，古某虽已过知命之年，却仍对怪力乱神之事有所敬畏。此时心生一念，此物莫是黑白无常。连天而下，古某幡然醒悟，方才之地乃顶楼之所在。古人云：“夫鬼神者，不喜喧闹。此间游者甚众，无常难以遁形，应为久安之地。”啊，太好了！还有总结啊，那挺好的啊。这人于清晨抵达天台，在那里看到林小璐尸体和一个壮盲的人及被告。因为证人怕鬼，加之被告衣着独特，一时间以为自己见到鬼神，匆忙离去。看来这位会长虽然害怕鬼神，却对凶杀毫无惧色呢。如此说来，古会长也算是友情必报，协助警方办案的正义之士了。总之，辩方，你应该了解这段证词的含义了吧？这直接目击到了试图将尸体带上天台的被告，他的证词也与现场痕迹完全吻合。这的确是具有相当效益的证词。我不想若被被告若非凶手，他却还要这么做的理由。辩方从案发时起与被告沟通就一直受到限制，很多情告今天才是首次听闻。为了谨慎起见，在下达任何结论之前，让我们先询问吧。保存。等等，怪力乱神。哎呀，他这个。哎呀，他这个用文言文真的是，也不能叫文言文吧。这还是在说什么黑白无常。等等，你在顺着楼梯冲下去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所在的是建筑顶层。等等，古会长说这里会场人很多，鬼就不会来抓他了。并且在被告处理尸体并没有用掉很多时间，接着你马上跑到了188层，即便在那个时候，多功能厅就已经很多人了吗？豆子在听到银河悔罪自白之后，就立刻来到了多功能厅。古会长目睹银河处理尸体，肯定发生在这之后，这两件事情的时间关系是没有问题的。啊？我怎么觉得很奇怪？我觉得好快啊！你想，他目击到了之后，豆子去188层，那个人去顶楼也得过188层，就感觉这么紧张呢。在这儿行至天台。OK 啊，机缘什么是因为什么机缘巧合去天台呢？去往天台乃是乘兴而来，无心之举啊，但是从小天台按钮上连数字都没有写，只有一个字母 T。反对。
这个一头卷发的女子就是本案的死者吗？初见此女，她便香消玉殒。小郑的情形尤为吓人啊，实在是没怎么看清，虽然很像，但是不能100%确定。等等，你为什么如此肯定？哦，门一撞开，他便在天台迅速放下那女子身世，欲止回身离去。这不太对，那这不太对。等等，果然啊，这个举证的话用的就是不是文言文啊，就是大白话，让你能看懂啊。你没有离开顶层室内部分，就能看清他处理尸体的方式吗？等一下，也就是说银河君在放下，对，没错。先保存一下。反正不是，应该是这个。反对，还得绑尸体呢。是这样，我再确认一次。你看到被告将尸体放下之后，他便转身打算离开，对吗？见教谈不上，只是若您目击情况属实，那现场状况就会与现实产生巨大矛盾。这样，您既然一言二和我们参加了剪彩仪式，自然也目睹了尸体从高空掉落的一幕。死者尸身上之所以能以如此怪异的姿势吊在半空中，是因为他的手臂缠满缆线。等等，难道说？没错，倘若被告放下尸体后立即离开，他就没有任何机会用缆线将尸体绑好。所以这儿我必须郑重地问你，被告真的没有动过热水器房的缆线吗？被告触碰缆线之举，无未实曾亲见啊，这没亲眼看见啊。若被告没有用缆线绑好尸体，那他究竟是如何被吊在那里的？有第三者能够解释这个矛盾的结论就是，另有其人。被告放下尸体离开天台后，唯一的目击者骨灰长也前往了多功能厅。从这个时候开始，直到尸体到天台掉落，天台区都是空无一人的，任何人都可以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前往被告的抛尸地点，用缆线将尸体捆住。凭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情报，还不足以锁定这个人的身份。那抛开此人的身份不谈，他用缆线捆住尸体的目的有什么？稍等，古某还有一言不知是否当讲。OK， 古某未至天台之际，曾遇些许蹊跷之事。尚未提及天台另有其人，古某不以为意，视若寻常。如今看来，恐与此案有莫大干系。OK， 接着说抵达大厦之前，无意触碰99层。我乃随性之人，有这等机缘，故我决定到此一探究竟。我在抵达之后，无大失所望，电梯之外却有一扇紧闭的玻璃门。在此之时，吴听闻隐身玻璃门身后一声巨响，此外略有异动，似脚步之声，故恐其为鬼，胆战心惊啊！电梯一至，无便奔入其中一暗，不料又遭遇另一番骇人之景。99层传来了脚步声和巨响。这位证人去过99层，99层是尚未投入的美国领事馆。证件密码
门背后是重要的外事机构，想开门必须使用领事馆的有效证件才能启动面门。之后还要输入只有领事馆内部人才知道开门密码。为了消除大家的疑惑，请先让我开始询问吧。等等，关于这声巨响，能否再说的细致一些？那巨响我不甚明了，只是觉得重物撞击金属之声，也就是说这声音并不是枪声。如果不是枪声啊，那是什么声音呢？那么巨响之后的脚步声，可否再描述一下？极为细碎，转瞬即逝。等等，一直听到了一些声响，有没有看到什么灵异事件？为什么它和鬼怪有关？真是怕鬼怕到一定境界了。等等，从你按键呼唤电梯到电梯达到，又过了多长时间？仅在瞬间啊！为时尚早，他电梯无人使用，仍在原处。看到了银河军正在搬运尸体。等等，刚才说到碰到天台楼层的按钮是机缘巧合，那现在又在说强行9层也是无意的，这巧合未免太多了点。此言差矣啊！99层的奇遇令吾方寸大乱啊，才按下天台按键。曾遇一小友，偶逢故人至，便当一逢迎。有志者思竟成，6个字赐予那位小友。请悟出按钮，点亮通往99层之路。等等，领事馆人还没有投入使用，进不去是正常的。你没有料到这一点吗？可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啊，这试了试没开，这还存在一处奇怪的矛盾啊！我是有没点到的吗？这个证件吗？哦，有隔音功能。反对。这位请稍等，你刚才说的证词似乎不大对嘛？按照您的意思，您在99层玻璃门外听到了门内发出的声响，这可就怪了。根据我们的调查，99层的玻璃门厚度惊人，有着明显的隔音功能。如果内部发生了巨大声响，您在门外感受到震动还说得过去。您在证词中却说还自己听到脚步声，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你刚才说的证词难道是谎言吗？这些所谓的响动真是不可能听到啊！就门开着呗。
顾会长可能没有记错，又没有说谎。难言之隐。这个站的做人态度不错。OK 啊。反对。是不是门是开着的？玻璃门本身或者无法逾越，但你有没有想过，在某种情况下，它根本不需要被逾越？我感觉就是门是开着的。辩方认为，古所长之所以能听到90层的内部声音，是因为门是开着的。啊？不对吗？不对。身处99层内部，他当时正处在99层的内部。一派胡言！反对。门禁系统确实严格，但它并没有被打开的可能。反对。美国人不一定要有个美国人的名字，历任驻我国美国大使都有一个好记的中文名。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辩方确实获取了一件证明领事馆门可能被打开。哦，是这个。看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一本护照，准确说是一本来自美国的护照。你们在哪里找到它的？这本护照就静静地躺在189楼层的电梯间的地板上。这本护照的所有者名叫杰克·马歇尔。据我的推断没有错，这可能是一位领事馆的官员。此人拥有开启门禁的证件，这位工作人员自然也就知道开门的密码。这次活动伤亡名单上根本就没有这号人物。就算马歇尔真的是美国领馆的官员，他又未曾在现场出现过。无论是我们还是警方，都没有在楼内发现一个这样金发碧眼的美国人，所以你就是呗。可能另一方面，如果这个美国人不在现场，就没有办法打开99层玻璃门，而且护照是何等重要的物品，此人没道理将它外借给他人。这位马歇尔的确来到现场，但是没有人发现。来到现场却无人发现，我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哈哈，证人就是马歇尔。辩方认为这本护照的主人在案发当时确实就身在天际贸易中心内部，只不过这位马歇尔先生的形象与护照上略有出入，才让我们无法辨认。马歇尔的真实样貌就是你呀，证人，好哥哥，就是你。看这个，这张照片上的不就是站在那边的证人吗？大家回想一下古会长的证词，他来到天津贸易中心之后，第一个目的地便是99层，之后他又在99层内部听到了巨响与脚步声。作为一名国学大师，这些行为显得非常违和。而且，如果鬼会长的真实身份是美国领馆的官员，他的一切行动就会变得非常合理。没错，证人在听到异响之后，慌乱之中来到天台，又因为担心被告发现而迅速离去。这本护照就是多半是那时掉落的。证人满口诗词就写了一手好字，我也很难相信。只不过这是唯一合理的推论。想印证这件事其实非常简单。证人，你在听我们的谈话吗？是不是可能将您帽子与墨镜摘掉呢？嚯，连发色都改了，戴了个假发。别来无恙啊 ！My name is Jack Marshall。怎么这么国风的音乐呢？This is really surprising。无寻面护照不见踪影，不料竟被壮士拾得。
怎么会是中华诗词会协会的副会长？此身份确凿无疑，绝无半分虚假。谷哥哥乃是无知中文姓名。故暂时操心过朝鲜战争的美国军人，以他之名起事有何问题？数十年无父被掳，受贵国感化，常住一此，古某便在此时出生。因受贵国思想熏陶，汉文学乃无一生之爱，日后便归国从政，也无意忘怀。诚然 ，however， 贵国国学研究组织从不纳入外国之人之事先例，不得已做了变装。这确实是我方工作疏忽，这人的中文姓名和副会长身份均属实。佩戴帽子与墨镜习惯也有多名诗词会协会成员佐证。由于开庭时的场所证人又是多人认证的公众人物，检方就没有多过检验他的证件。那么古会长或者说杰克先生，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了。无事无物不必再称谓。bingo 当在此时无意进入工作之地。深县贸易中心唯有考察领馆新址策划搬迁之意。何况领馆门前皆有机关把守。我操，这太难了！我靠！虹膜认证识别系统是一种比指纹精确准度更高的身份认证设备。古某方才对自身经历稍作修饰，还望见谅。公堂之上不打诳语，古某定当亡羊补牢，如实相告。终于开始就每人都藏着掖着，这第一把都是不说实话。没想到我身份会当庭识破，不过我说的无半分隐瞒，确实在九省听到了异响。我去九省是为了考察领事馆的情况，然后拍照汇报。进入领事馆之时，幽暗的深廊走出，巨响足音一时接踵而来。在无到此前大门绝无开启之法，若因他人有权闯入，断不可能。认为此事牵连鬼神，不敢久留，慌忙回身奔向电梯。9层与案件没有直接关联，证人听到响动并不能对101层产生可见的影响。根据证人窦子荣的证词来判断，死者应该是早8点左右来到了101层，而古会长听到巨响并乘坐电梯离开的时间应该与这个时间很相近。从时间上来说，两事发生的时间过于巧合，我们很难排除他们的关联。等等，我再确认一下，这些声音是您在领事馆内部听到的，对吗？然也。彼时古某正在室内考察新址，那声巨响乃是来自某个转角处传来的。既然声源和您处在同一个空间，可否对它的描述更加细致一些？那声巨响是金属之物受冲击所致，这脚步声实在是不记得。等等。你的同事肯定不会前来，这一点我已经理解了。不过会不会有人其他人有权进入？欢迎中心破人，晚上好，晚上好。人说来了，晚上好，晚上好。古某不解，还望赐教。我的意思是说，建造这位大厅的施工人员，或者拥有调查权限更高的高级警员。施工人员早已离开本市数月，他们肯定不会涉案。等等，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这个吧。这个声音，或者是打到这个墙上的声音。有现场照片吗？好像没有现场照片。您没有向着声源所在处探查，除了惭愧，已经吓得魂飞魄散。
你这样隐藏身份多长时间了？参加诗词活动的时候才隐去真身。哇，10来年了。这人在诗词协会中不仅地位高，其品行和才学也是数一数二的。如果那些会员因这外国人的身份对你另眼相看，我的铁拳绝对饶不了他。等等，能确定当时不是幻听吗？我虽年过半百，但体态安康，耳目聪明，未曾有过幻听。此事绝非是梦中说梦。等等，这个感觉也没有什么矛盾，可能有什么新加的证言或者啥的。总觉得这赵词有句不少在意的地方，不如再多问问。哎呦我去，等会儿拍照汇报吧，是不是打算拍到什么东西啊？想拍摄领馆内部，以便同僚采购家具，但是对电子机械一窍不通，因为设置错误，估摸会拍下一张可用照片。到底为什么拍不了照片，还是得看看他相机才能知道。感觉查吧，我觉得相机得查。这有相机了才有证据啊！下半年发行的新款单反，不愧是美国官方的财产。一张照片没有呢。领事馆内部光线灰暗，几扇窗户均未收起遮光幕帘，必须调节光圈和快门速度，只得乱按了几个键。按下快门时，本应有拍摄之声却未响起。按下快门之后，没有响起咔嗒声，你一定是把相机调成了摄像模式。让我看看，果然真是刷脸！OK， 有视频。这比这个照片更牛逼呀！啊，当庭播放。这个就是这人拍下来的视频。怎么说呢？这人好像确实没有正确调整收光参数，在忽然环境下肯定拍不到什么东西。应该有声音吧？等等，随调最大，咣当，嗡嗡，哒哒哒，这是申班长，相信你也听到了吧？不明的重机撞击金属的声音和紧随其后的脚步声，这与古会长的证词完全吻合。证人，刚刚所播放的声音中，是否有你当天所听到的？不错不错，这确实是古某耳闻之声。这声音真的存在，可这究竟说明了什么？这样的证词就算得以证实，也不能说明这些异响就与案件相关。同样是这位证人，目击到了银河处理尸体的瞬间，才是本庭该关注的重点。被告抛尸一事当然重要，但辩方从不否认他的罪行非常可疑。然而，99层除了古会长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进入那封闭空间。这番异响的意义可比表面上要大得多。不要用这种含糊不清的发言故弄玄虚，说明什么呢？意味着99层可能至少有一位预想之外的入侵者。是的，我们从开庭以来辩论的一切前提都是案发现场高耸入人，无法入侵。倘若99层这样密闭空间存在某种切入方法，那101层不也有被潜入的可能？我们知道99层玻璃门虽然门禁严格，但是内部是可以随打开的。试想一下，如果这个99层发出脚步声音，在古会长离去之后前往101层杀害死者，要他再用某种未知的方法离开大楼，警方对建筑的封锁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休息层乃无故乡之领地，无人敢贸然接近。等一下，一起一事，不知是否有安你们？你又想起来了。惊吓过度，一时未能想起。思绪思量之后，尚一事遗漏。天台弃逃之下时，无从遇到正道先生。正道，你是指天照民国的副总统正道吗？正是如此啊，在外交场合有一面之缘，故而识得此人。如果正道先生身在多闻厅，此事便不值一提。然而就不看来，似乎有前往天台之意。此外，还有什么想到的事吗？在无他物，古某所知一切已全盘托出。多谢诸位海涵。OK 啊，OK， 这次第一次的庭审结束了。问，感谢朱云仆人的点赞。这是枪声，谁在哪里？还能是谁？尹小璐，你在这里做什么？就等等再走，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我没有任何义务回答你的任何问题，而且你不觉得你自己来得太晚了吗？自北斗背叛之后，干部接二连三的死去，如今我也自身难保。只不过呢，只要华帅大人平安无事，我倒无所谓了。华帅到底是什么人，值得你们牺牲这么多条性命去保护？不要让我说第二遍，我没有任何义务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你的时间已经用完了，你再也不会有追逐真相的机会了。做梦呢？这托梦像话吗？7.6号事件的谜团还没有头绪。红爷爷在不久之前那场事件中离我而去，如今这是一场噩梦，真希望还能掐我一下，让我赶紧醒来吧。算了，看龙叔还在不在，他不会把我独自丢在这儿去调查了吧？总之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案子上吧，我也是这么想的。今天庭上政务这么多，我得为调查做好准备了。OK， 保存啊，该调查了啊。说到今天的庭审，最意外的状况就是死者的身份了。所以在开庭前，我就隐约有种不祥的预感，看到死者真的是他，还是吃了一惊。李小璐会理上这个在几年间帮我们耍得团团转的天尊干部，本以为知道他就可以了结一切，没想到他却这样死于非命。OK， 先梳理一下庭上获得的情报，没问题。最大困境是咱锁定不了除银河君之外的第二个嫌疑人。确实，我们现在有的证据没有指向除他以外的任何一个人，而被告银河和死者会理，李小璐算是我们能够触及到最明显的线索。是的，银河君很有可能是先一步乘坐电梯达到101层的那个人。结合豆子的证据来看，李小璐应该是在那之后不久就由绳梯潜入楼内的。他一进门就遇到刚刚到达的豆子，两人有了一番交流，紧接着他就去了天际的101层。按照龙叔的推理，银河君就在那里等他。我们还不能确定银河说了多少实话。如果按照他的说法，他在地上捡到了一把枪，接下来就突然有人打开了101层的遮光罩，他朝着某处随意开了一枪。在他恢复视力的同时，林小璐的尸体就已经出现在他面前了。银河君的下一步行动是由古会长证词佐证的，他将尸体搬离了101，乘坐电梯来到天台的189，并且用冲撞的方式打开了天台的大门。银河君在放下尸体之后离开，之后的事我们便无法获知了。就在天台仪式开始之后，已经捆好缆线的尸体突然从空中掉落。以上就是咱截止第一天审理结束时掌握的信息了。
虽然在法庭时感觉到很混乱，但一番梳理之后反倒清晰了不少呢。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存在一名银河之外的真凶，那他究竟是何时用何种手段射杀林小璐的？我能想到的只有真凶比银河军更早抵达101，然后躲在那一层的某一处。是这样吧？101层咱还没机会调查，但我印象那一层应该无藏身之处。想要搞清楚，必须现场调查。从现在身体看，银河军他果然对我们隐瞒了很多事情。他不但和林小璐有某种联系，还隐瞒了顶层抛尸一事。他到底是在刻意对我说谎，还是正是因为正道先生的力量不得不闭口不谈，就难说了。他现在是杀人嫌犯，咱是他的律师，更是唯一能帮助他的人。如果正道一味阻止他和咱们正常接触，不是在害他吗？银河军可是他的独生子，正道没理由害他吗？就算真的要害他，以国元首的身份也有的是机会，何必赶到这个时候？说的也是，这对父子我真是一点也搞不懂。就这种纠结的父子情，我操，我真的好喜欢。我更在意的是银河军与林小璐会理箱的关联。是的，银河军为林小璐准备了整整100万元的援助款，他俩的关系可绝对不仅是认识或者见过这么简单，还与林小璐会理箱的关系，或者说他必须给林小璐提供支援的原因。我们今天得设法找到突破口，除了银河星河告知，恐怕没有其他途径了。有一个想法，那个银河他会不会是第2个郑大千？你要这么比喻吗？今天庭审让我对他充满了疑惑，听到豆子对他的描述，就见到他那悲惨的死状之后，致使村长和红叶离我而去的元凶反而变得越来越陌生了。他真的是那个多年以来将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上，曾经杀人无数的天盾干部吗？我不知道，但红叶最后对他说的那番话，我想并非毫无意义。是什么来着？我都忘了。感谢回忆啊，感谢回忆。奎月，你明明是那么温柔善良的人，为什么非要把自己逼到这一步？就算你不是真的查红叶，我也杀掉你记忆唯一的亲人。说我温柔善良，难道你的芯片被烧坏了？你应该知道的，我并没有失忆，现在也是，过去也是。从5年前红天体育场的事件开始，我看到的、听到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残忍很多天盾你干部愿意对萍水相逢的豆子释放善意的大姐姐，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还是说2个都不是？人已经死了，关于他的谜团，我们注定无法继续挖掘。不管怎么说，今天还是设法在这对父子上挖掘更多情报。真凶的身份，能说我有一世人不明。林小璐作为杀人无数的天盾干部，肯定在犯罪生涯中有人结怨，有人想杀他很正常，就连我自己之前也对他恨之入骨。而他如今已经是全球通缉的要犯，如果放着不管，用不了多久就会落网。而考虑到他所犯下的罪行，恐怕死刑是唯一的选择。到底是什么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要非他置于他于死地呢？林小璐身上谜团太多，想搞清这件事情可不容易。不过杀人动机有很多种，寻仇并不是唯一的可能。如果不是寻仇，难道是因为他掌握了某种很关键的证据，然后被灭口吗？不错的思路。要说林小璐所掌握的情报，自然就是天盾内部的信息了。是吗？有事我可要声明，就算发现卡片记错的人，我也没有立刻杀掉那老头的电脑，只不过他的威胁让我实在有点困扰，尤其是华穗大人也会因此波及。看来这一章，我现在斗胆猜测一下啊，就这个银河他爹，就正道有可能就是那个华穗大人。莫非是因为他掌握了组织华穗首领的情报，所以才被？这不是视为一种可能性，只是关于华穗的身份，我暂时还没有头绪。如果凶手来自天盾，甚至华穗大人，这个案件就会变成了青龙山矿坑。不是7月1号事件又一个延续了。说到7月1号事件，你应该注意到，那把被认定为凶器的手枪，就是6年前7月1号事件消失的时钟线的配枪。时隔这么久，又把这把枪又抽出枪壶，到底意味着什么？想弄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或许应该考虑一下这把枪到底在谁的手上。当年的事件发生之后，陆老师、司徒所长和语文英语的尸体在休息室里被发现，而趁乱从法庭上逃走的人就只有林小璐和李湘。有可能是那个机器人拿走，他在这几个月前已经供述自己确实有杀死语文英语的计划。最合理的推断自然就是这把枪一直在林小璐的手上，他在袭击法警的同时抢夺了证物配枪，然后在现场射杀语文英语再逃走。如果枪是林小璐拿的，他为何在时隔多年之后也自己死在这把枪下？而且按照银河的说法，那枪早早就被人放在了现场，林小璐可能那时还没有到。那这些年来这把枪的保有者另有其人，没准就是那个正道啊。我不知道，反正对村主的资料有限，现在已经很难回溯当年的现场。对，很有可能林小璐身后是那个正道。
像他，因为林小璐和郑道都是那个天照民国的人嘛，他们是一个国家的人，可能接触会多一点。他是不可能有机会在那个时候接触到这把枪的。等等，当时突然来到法庭，又默默离去的，不是还有一个吗？谁？哦，情况紧急，无法按章办事，还请法官先生海涵。本人的名字是郑道，是天照民国的财政部长。如果是他的话，冬雪你在发什么呆呢？啊，没事没事，突然走神了，抱歉，哈哈。这种毫无证实的猜想，还是不要随便提出来了。啊，那估计就是了啊。那估计就是了，你就是最终大 boss， 我已经知道了。讨论差不多了，我们快点继续调查吧。是的呢，今天，是的呢，今天现场有很多令人在意的地方，我先把不需要的证据清理掉。OK。会长所在99层，还有真正的案发现场101层，咱们昨天都没能仔细调查。还有银河勋，他对我们隐瞒的东西太多了，今天一定要见到他一次才行。现在还有不少线索指向江海田正道，可我真的不希望他再次遇见他，要是能松口就好了呀。如果真的遇到了，我觉得不会有好事发生。好了，你先在那边准备，我先去屋里整理一下卷宗就出发。遵命。门外好像有动静，是来客人了吗？稍等，我这就。Oh my god， 这是什么情况？啊，他的这个声音就，他这个背景感觉就很像那个《复苏的逆转》里那个拍手歌，那叫啥来着？就也是最终大 boss， 是那个检察，是检察局局长吗？还是警察局局长？叫什么来着？忘了，不记得了。海江天先生，请问您未领我们事务所有何贵干？怎么办？我是第一次面对国家元首级别的人物。近年来，贵国与我国关系之间已翻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哦，司徒海慈，想起来了。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我特地来访问贵所，顾上国事。简单来说，就是有关两国司法交流学习时，司法体系直面我国尚处于发展中阶段，仍需向贵国学习宝贵经验。因此，我特来请教，贵所对于我公民银河一案的辩护策略是否用眉目？我刚刚用时间确认了一下，你们这里的门窗已关严，没有发生监听设备。可的话就到此为止，小姑娘，你们所长呢？就他出来。不用了，我很快就走。来历不明的东西我是不喝的。本人未曾说过自己是只身一人，保卫战的门外守着，若有异动，他们会迅速控制局面。你要是走进安全范围，他们就会立刻冲进来把你按倒。犬子一案牵涉甚广，其中利害关系你们应当有所耳闻。为防此事产生后果，本案必须尽早结束。那是自然，只不过您昨天派人来监视本所，不像是希望本子尽早结束吧？又不是犬子的一意孤行，这个事件本应该由我指派专人处理。您对案件的重视，我们有目共睹。想必只是昨天监视我们，庭上的人应该也有您的专人把一切转述给您了吧？本绝不允许他们的名誉因本案受到任何损害。尼克君的安危吗？对您来说不重要了吗？你什么意思？翁律师，你们二人对本人做法有异议吗？但是郑道先生，我和这位雷律师在某些事情倒有些同感。你既是天照民国的要员，也是委托人的家属，你要想知道的应该是他的无罪判决。在这方面我们的利害一致，但您从昨天起就一味向我们施压，这有些说不过去吧？本人事务繁忙，无法时刻兼顾，我只希望你们可以拿出确实的成绩。我们在调查受限毫无线索的情况下撑过了第一天审理，这还不算是确实成绩吗？所谓确实的成绩指的是判决书，敢问二位拿到了吗？
只要能自由调查现场宣发证人，明天的法庭上我肯定会尽力而为。郑德先生，作为比索的负责人，我们自然会展示出足够的诚意。可是您作为当天同样身在案发现场之人，也要给我们一个行个方便才是。我让部下在门外等候，已经给足了你面子。我只希望你能在一些问题上不请赐教，仅此而已。OK。郑德先生，您在案发当天可曾见过这个人？我今天才获悉，他是现任美国驻贵国公使马歇尔先生。本人刚进入结彩仪式会场时曾与他见过一面，不过未能认出他来。但是他在大厅里向我打过招呼，还自称故人，但我只当他是怪人，并未在意。你们想问的无非是他所说的目击到本人的证词了。郑德先生这么单刀直入，真太好了。所以，本人事务繁忙，此次检采的要求不必应答。现在此举意非凡为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我才亲自前往现场出席盛典。本人作为副总统，行动必须保有一定的隐秘性。虽然不小心被马先生看到，但你这样追问，可是想刺探国家机密。那便无需再谈。哎呀，这可不好办呢。陆导先生，您也应该知道，目前庭审的状况仍是对银河军十分不利。即使我们有了有人入侵大楼的可能性，银河的嫌疑并没有减轻半分。我们需要的是更加具有决定性的线索和证据，尤其是那种足以揭示真凶的身份。所以，既然你也恰巧在现场附近，想必你也肯定注意到点什么吧？你会一直给我们施加油，在庭上布下眼线，监视所有人的一举一动。莫非和您在本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关？或者说，您当天所经历一切，不光是对银河，对其他人物也有影响？我将在此处所见所闻告知于你，会引来诸多不必要的麻烦。再大麻烦也大不过银河军被判有罪吧。容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们的委托人是银河，不是您正道。别说您是一国的副总统了，就算是玉帝下凡，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委托人的家属。您再怎么施压，我们的首要目标仍是为银河军争取最大利益，不是吗？如此，你既然这么想要本人所知道的情报，那我何不找个机会将它彻底公开？这样一来，倒也可以让你们轻松拿到自己想要的无罪判决了。陛下，您的意思是你要亲自出庭作证吗？本人只不过想直截了当地证明犬子无辜，省得你们再次纠缠。本人即将成为证人，按照贵国的规章制度，我们便不再谈案情了吧？悉听尊便啊！希望二位今日谨言慎行，毕竟本人证词会让审理立即结束。如果你们在调查时轻举妄动，就请二位自行承担后果。直到崔红也不愿意跟我们透露任何情报嘛？怎么办？明天他在法庭上肯定会说什么很不得了的事吧？哎呀，用书记和谈话的时候会吓死的，幸亏有你在，我头一回也是面对这样的家伙，好像很久没有这样认真过。虽然如愿以偿见到正道，但咱还是一无所获呢。欢迎中心破忍进入直播间，跟中心破忍回来，知道他的手里握有重要情报，这也算是一种收获。只是他对案件的态度，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想要什么。我甚至觉得他会不会为了隐瞒某种公正的事，让银河被判有罪呢？但现在没时间去验证这种毫无根据的猜测。总之，今天的调查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的。这个感觉按照他如果照超逆转裁判的策略，这一章得玩3个审判。避开他的眼线可不现实，咱自由行动的空间要仰仗沙星姐去争取。不管这个案子本身，还是他，还是761号事件的元素，再加上渊源，再加上死者的身份，我们已经不是局外人，就算为了自己也要把自己真相找出来。就这样劲头，准备出发吧。OK， 菲菲。普加渡大街，再往东走就能到步行街了，有家美发店不错。又来卖了，果然在这儿。柚子工坊，欢迎品尝。哎呀，你居然还在这里啊！又有新产品了。他真的就是很像那个复苏的逆转那个卖盒饭的姐姐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就好超啊！这个形象，例会形象真的好超，我真的好想说，太超了。看，这是咱们用独门绝技做出来的苹果馅月饼啊，里面包了半个完整的苹果。
就所谓的独家就是不能公开的意思。好了，豆子，关于本案死者林小璐会里香，你有知不知道他的真面？都说出口了才反应过来，谈话技巧有待提升。咱还是不敢相信，那位林姐是那么好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呀？老人们常说好人有好报，可是咱坚定不移的相信。虽然咱已经在法庭上听到一些风声。欢迎 B 站第二大狂进入直播间。欢迎第二大狂，晚上好，现在在播《无罪之庭》，欢迎来到莎莎直播间。无罪之庭的第5章，应该是最后一章。第二大狂说：“主播，晚上好。”晚上好。听说了他的身份和以前的一些事情。他是那个犯罪组织的干部，还杀过很多人的国际通缉犯，是这样吗？哎，这块突然有选项了，这个是不是有选项？因为我记得这个游戏之前看的时候是有双结局的。看一下，找一下攻略。OK， 第二幕不对，这就直接，不是这儿，不是，是在最后的选择这块会有不同的选项。欢迎龙泉沙 Sense 下划线 CA 告知实情吧。怎么说呢？总的来说，你的林姐姐确实一个全球瞩目的通缉犯，因为她的真实身份就是国际犯罪组织天盾的最高干部裴月。也就是说，之前天盾爆出在法院搞爆炸的事就是他做的嘛？没错，林夏露就是造成那次事件的元凶。感觉不是啊，当时应该是有别人启动了这个炸弹。而在那之前，他刚刚在矿坑底杀害了一位手无寸铁的老人，应该是搞错了吧？这么温柔姐姐怎么会如此凶残之事？我能理解的是想法，但我和龙叔虽然是这个事件的当事人，我们并不认为我们会搞错，是这样吗？我知道你对他抱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不过请你不要太难过了。其实咱昨天就已经想明白了，或许他的双手真的这么罪恶，甚至他对咱的善意也是出于某种目的装出来。可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咱也没必要找他去问了。咱知道，当丽姐拿起这个月饼的时候，那个眼神是不会骗人的。人是何种复杂的生物，仅凭一次蜻蜓点水般的接触，咱又能了解他多少？或许这话对你们二位也适用，即便亲眼所见，也不一定是事实啊。林小璐，我明明已经答应你的决定，你疯了吗？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没……你看，当时就那意思嘛。当时引爆炸弹的应该不是他，算了，随便吧。仔细想想，当时红叶站在启灯的时候，林小璐的表情似乎和我们一样惊讶。欢迎兔妖灵，晚上好，晚上好。现在在播《无罪之庭》的第5章，应该是最后一章。难道开启炸弹的真的另有其人？不对，这世界上唯一的一部炸弹遥控器，当时就握在他的手上。他不但对着法庭威胁过要为引爆炸弹，也最终其实借着爆炸的混乱脱身，造成这一切的元凶。除了他，还能有谁？是姐姐，你怎么了？一脸凝重的样子。我只想起了一些往事罢了。不过你的话确实给我了一些启发。林小璐会里香这个人，我会试着更加深入的了解，说不定他真的会成为破案的关键。你能这么想，最好不过了。咱真的希望真相可以水落石出，让宁姐姐尽快安宁啊。无论案件以何种结果收场，大家的生活怎么继续？你的豆子工坊以后还会出现现在这样继续运行吗？怎么说呢？现在想想，咱还真是幸运。这些天虽然月饼没有卖出去几块，但咱却因为这件事遇到不少温柔的人。除了玲姐之外，还有你们2位律师以及那位脾气古怪的检察官。虽然你们都曾经那样盘问咱，但咱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都很好说话呀。咱就在想了，或许法庭才是真的福地，才是咱的福地。以后把总监开到法院，肯定能生理兴隆。很有想法啊，小伙子，小姑娘。你到底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虽然法院内部还没有开食品店的先例，不过你的产品在法庭上已经有一定受众基础了。当然在那之前，你还是先去办张食品安全许可证比较好。但是当然，两位都是法律达人，办证什么肯定小菜一碟，及时拜托你们了呀。这个要归律师管。说这么多，2位肚子肯定饿了吧？要不要光临一下本店呀？这次月饼免费送给你们。为了解开林姐案件的谜团而四处奔走，想必很辛苦吧？请你们收下这个月饼，继续加油吧。那么咱就去别处叫卖了，回头再见。
这是个心地善良又热情的姑娘，她在今天的庭审里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我们还要感谢她才是。等一下，这个因为写的是冬阴驴肉，这东西真的能吃吗？你还是留着自己享用吧。今天大堂也和昨天一样，站着严肃以待的警备人。仔细看看他的面孔，并没有见过，看来已经换了一批班次。那边那位好像是骨会长。逢人见觉相近意，却恨应生思故山。小有释放无名之时，隐约带有着无知故土之乡音。我勒个都！我操！我不认识，这是什么意思？这有什么意思啊？会长，您现在有空吗？可否借一步说话 ？OK， 又借一步说话。二位针锋相对，见招拆招，着实令吾大开眼界。见笑了，本来牵扯内幕众多，其实我们这边也十分混乱。在庭上暴露您身份的之时，我们还得向您道歉才是。无妨无妨，本事是无知之隐瞒，都耽误了查案，问心有愧。只是那位黑白无常，此人嫌疑似乎未星点半分吧？并非贵国府衙中人，无资格怀疑。只是此人行踪怪异，违过常理，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您的意思是无法理解银河在案发当天的行动？诚然，须知君子防卫然，不触嫌疑间，乃大丈夫立事之准则。假如他并非行凶之人，往来现场就是所谓合适。可是案发当时有很多可能性，第三者进入现场，而证明这一点的正是您。您不认为当时所见听见的动静更加有可能来自真正的凶手吗？效果是指无所闻听闻异响，乃他人有意埋伏于此。我们并没有确切的证据，但这个可能性无法排除。原来如此，那吾确实不能妄下推论，若有人耽误性命，实在是辜某之大过也。吾目力所及之处终究有限，零星几点碎石尚不可雕琢成玉。而且二位小心行事，毕竟现今证据难以证明案发时刻被告身处在何处。您的意思是说，临时馆之中的动静也可能是他所为？此乃阁下所言，吾始未发一字。可是银河君有什么理由要在99层和101之间来回往返？并无常事，属无常情，自然牵扯甚多，错综复杂，远超古某想象。还望二位能追本溯源，早日明辨事实真相。谢谢您，这也是在我们的职责所在。古哥之身份，此时被公诸于世，倒令古某颇有几分遗憾。这副打扮是您自己钻研出来的吗？当然，古某试装无数，才寻得这套古朴大方又掩藏身份的行头。你为了掩盖真实形象，每天都要打扮成这副样子，不会很麻烦吗？若保有诗词协会活动之权，此等小事何足挂齿？变装多年啊，转换形象不过顷刻之间，头发色儿都变了。虽然已经看过一次，还是有点难以接受。与人谈论诗意，乃人生一大乐事。只是此番身份暴露，必将引起轩然大波。协会将从无收留异国人士之先例，此事过后，古某的劝留苦难预料。且说您现在已经是副会长之位，平日里又保有才德兼备、备受人爱戴的形象。这个信息发达、舆论为王的时代，您的身份一旦公布，反倒会激起很多人的兴趣嘛。网红那是何物啊？就是 tik 那种。你要是真的火了，到时候还要帮我们事务所做的宣传才是。这位古会长，您今天上午在法庭展示过相机，能否再让我看看？若非小有提点，古某险些忘去，方才在公堂之上不便呈递，现在尽管拿去便是。哦，给了相机。还是那个声音啊，画面上只有一片漆黑，除了一些难以判断背体的响动之外，什么线索都没有。单反相机和卡片机不同，拍摄时需要设定光圈、快门速度等复杂参数。
也就是说，这相机其实拍到的东西，只是因为光照不足才无法看见吗？去找那个谁吧，亮度调上去。莫非真能看见？这是什么啊？这太浅了，是心形吗？如果真的没有，只能自认倒霉了。我一直往前调调看。这是心形的裂痕，找到了，就是这个，我真是太聪明了。爱心形状的光圈，爱心形状的光圈，不是，暂时应该没有什么证据吧。而且这个光圈几乎转瞬即逝，稍微往下调一人就没有了，真是古怪。无能断言，美国领事馆并无此类装饰或器物，此图形应是外来者所为。外者进来一个有形心形的光圈吗？真是匪夷所思。漂浮在黑暗中的心形光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看到类似的东西，我怎么没印象？虽然我看到它的场合和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可是我都不记得了。虽然意义不明，但这段视频或许能成为更重要的线索，我还要感谢您才是。你慢走。今天时间有限，就去找沙形井吧。那个龙叔，我有点想法，说说看。国会长视频出现那个新生光圈，我想我近期曾经见过一次。实在想确定的话，我必须找到那个图案进行对比。龙叔，我现在立刻去一个地方，那里说不定有很重要的线索。两者可能到最后都会被证明毫无关联，但我不想放弃这个机会。更何况这个图案说不定和那起事件有关。好吧，我知道了。我相信你的判断，剩下时间你就按照自己想法行动吧。不会雷东西出现什么事儿吧？感谢龙叔信任，我一定不期望。我心里清楚，我的行为是一场赌博，我并不确定这条线索是否有助于辩护，但我心里毫不犹豫地选择尝试，因为它是世界上我最信任的人留给我的。在我离去之时，龙叔一走上电梯前往现场，我相信他一定有所收获啊！咱是雷东雪啊！与此同时，姐姐和陆姐恐怕也在为这个案件四处奔波。这个案件牵涉的问题已经不是外国人银河无罪是否有误，或许我们4个人都试图寻找一份能让自己满意的答案吧。今天调查将是我们为决战所做的最后准备，一定要加油了！啊，那看来就应该是只会有一个法庭了。哦，选人是吗？接下来本故事将进入最终章的最后调查环节。龙秋风、雷东雪、卢春超与雷夏兰将同时开放为可操作角色。当4名角色调查均结束时，故事才会推进至下一阶段。请点击屏幕上的人物以开启章节。哦，有意思，有意思。是否雷东雪这个搜查片吧？是的，是的。有意思啊，有意思，这个有意思。超仿人，大量时间消耗在路上了，这个位置还是一有既往的偏僻。哇，超仿人这个案子真的太久了，我想不起来了，真的一点想不起来了。啊，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哟，你还在呀？啊，律师小姐，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难道本所又发生了什么案件？啊，莫非是小兰她闯祸闯到外面去了？我现在在调查一个案子，有些事想在这里问一问。你过奖了，您不是已经下班了吗？是走在下班的路上。只要本日双足尚未逃出大门，现在就仍在工作。哇，这是什么工作狂？继续准备来，样子这里的样子倒是毫无变化。没错，就是这一张例会。上次我踏入这扇大门时，红叶还跟在我身边。倪氏小姐为何沉默不语？啊，没什么，我只想起了一些往事。你只是004吗？也就是那位助理小姐的事吗？本人得知此事时也是倍感震惊。组长竟然将004以这样的形式派往山村，他又在这种偶然的契机下重返研究所，并在最终有了的那样的结果。
无论哪个环节都是本人以及全所工作人员始料未及的。说实话，对于这件事，我也不知道自己心里是否算是整理好了。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不再考虑失去，而是去了解。这也是我今天来这里的原因。不过你还是还是副所长呢？啊，你还是副所长呢？所长不都挂了吗？你还没升官啊？黄副所长，我今天来是想拜托你解析这里芯片的文件。这是红叶残存的芯片，那次爆炸已经让红叶我说超仿真机器人004粉身碎骨，这是我在现场唯一一个还算完整的部件，所以表面有些烧焦的痕迹，但存储功能或许还能运转。我用自己电脑查看过里面的文件，不过它的格式我读不出来。其中有张照片似乎是几年前存储下来的，我在电脑上看起来非常模糊。窗户和水果 ，Windows 和苹果是吧？我本以为这些内容对我来说只有纪念意义，但我没想到的是，我在另一个案件中发现了一幅与那张图片相似的截图。为了确认两者之间的关系，我才跑来请求您的帮助。原来如此，您的需求本人了解。不过这种芯片是由朱所长牵头制作的，他如今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过所幸的是，他设计这套系统时的图纸和笔记应该还在2层的空房间里，本人去阅读一下。本人如果加快进度，应该能在1个小时内完成，这样便再晚回先回家。我虽然没有立场催促，但我这边确实也时间有限，那就有劳您了。那么律师小姐可以暂时在所内自由行动，待本人完成解析，会让青音通知你。但是自然，无论本所如何变化，这也是青音的家，只有他绝对不会离去。青音此时恰好在整理空房间的文档，本人他忽然拿出来熟悉的文件，回房间开始工作。律师小姐不妨先行前往，说不定房间内还有其他你在意的物件。我都快忘了那个闲置的房间。我还以为那位生锈的大门背后会是一个充满灰尘和杂物的垃圾场，想不到这是在普通档案室，桌面和地面上有刚刚清洁过的痕迹。是青音做的吗？对了，说到青音，哇，律师妹子好久不见呢，真想死你了。谢谢姐，好久不见，你还是真是一如既往的吓人。这可是咱在这里的唯一乐趣，放松点。是什么把你给吹来了？难道咱们所里又发生什么惊天大案了？这次死的是谁呢？是黄副所长吗？是蓝了吗？还是说有人打算把咱给干掉？因为最近时间很多研究所的人都外出了，咱实在是太无聊了。好了，不跟你闹了，我这次来呢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专程来看你的。除了以前练体操的日子不谈，咱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被人善意的探望。青音在成为机器人之前的身份，我国体操运动员何青音，某种意义上也是7月1号事件的亲历者之一。他会在这几年去世又变成这副样，怎么想都不是巧合。既然来了，这条线索我也不会放过。总之，青音，我这次来是想拜托你解析一张004遗留的芯片。黄副所长应该已经在处理，在那之前，我可以先找你聊聊点情况吗？刚才都没顾上和黄副所长闲聊，你们研究所的情况怎么样了？毕竟那次庭审结果给研究所带来的冲击应该挺大的。这个是自然了，所长没了，接下来家伙也被抓起来了。咱以为研究所的前途就一片黑暗，好在副所长他老人家应对得当，才把这里保留了下来。过了这么久，他依然称呼是黄副所长呢？难道打算空降一位所长过来吗？哇，城里人的政治真是复杂，不是你们想象这样了。所长的委任书怎么批下来了？黄副所长在案件结束之后2周就已经成功转正了。妙的是，以副所长自居是他老人家的自己的坚持。虽然品德有污点，但他本人的才华也难以望其项配。本所所长仍是朱平江，这不会改变。这是他的原话，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咱也搞不太明白了。他明明当了所长，还要自称副所长，而且这研究所的名字也没有被换掉了。不过本所的各项项目得以的继续推进，也给出了最大助攻，反倒是小兰兰。没错，他提出了一份与大脑记忆相关的研究报告，获得本国顶级科学院的看重呢。这份报告里提出的理论需要大量实验，其中有不少要用到 AI 和机器人的技术。这份报告一下就盘活了因为失去所长停滞的项目。
知道他还有谁？可惜他已经成为正式研究员了，咱也不能再欺负他。这么说了，蓝小姐现在不在研究所里吗？对的，前几天她和小白两人一起出去玩了呢。贝小姐也在，他们去旅游了吧？算是吧。兰兰想说带小白出去转转，让他也多感受一下外面世界的刺激，增加脑部活动，这样也会对恢复记忆有所帮助。他在继承剑侠那个笨蛋意志上这一点上好像有相当的觉悟啊。原来他居然有如此强大的执行力，我真应该为小看他感到羞愧。虽然他还是经常打坏东西，让小白善后就是了。知道这些对我来说便足够了。我有个疑问，上个案子到现在过了这么久了，你怎么还是这副样子？说实话，我有点好奇你的下半身到底是怎么坏的。好了，咱的下半身，你说这个吗？怎么把腿藏在肚子里？你不是专接杀案的律师吗？结果尸体肯定比这个恐怖吧？怎么就不怕呢？当初咱的身体是所长组装的，他这一死，研究所的后背想修好哪有那么容易？区区几个月没有进展是很正常的了，咱不怕再等一阵子呢？至于怎么坏的，咱也不是很清楚，毕竟咱的记忆被重置过嘛。好奇这个做啥？咱本来就是个试验品，移植核心的记忆也是所长临时起意。咱被移植记忆之前，这副身体已经是这样子了，你会在意这些前世发生的事吗？你刚才说移植何清义的记忆是连长临时起意，何清义会死掉这件事纯粹是个意外。青英，我之前就挺在意的，你腿之所以会损坏，是因为这个小洞吧？答对了，有可能。哇，不会是个弹道的洞吧？这你就外行了，因为这个洞是外力导致的严重贯穿伤，这种东西可捅不穿的。当时没有记忆，但听旁人讲，打穿咱腿部的是一枚子弹。所以我看到这个小洞原来是个弹孔。没错，所长把子弹取出来之后送给咱留作纪念，你看咱还随身带着呢。人家不占地方，没事的时候还能拿出来玩一玩。那你知道自己是在何时何地中弹吗？当然不知道，咱已经说过了，咱在移植记忆之前下肢就已经坏掉了，在那之前咱完全记不清楚。子弹能借我几天吗 ？OK， 这应该是当时那个，有可能是那个运动会那个爆炸案，有可能。现在子弹出现枪击的有几个案子，如果是之前的话，一个是运动会，但我忘记运动会子弹有没有都找到，因为运动会开了2枪，一枪杀死了死者，一枪我忘记有没有找到那个弹道。还有就是去审判这个案子之后，有个761号事件，761号事件死了3个人，然后枪未知。然后当时我也忘记有没有说子弹有没有找到这件事情，反正如果前期的枪击案应该就是这俩。对了，青青，关于我上次来访时那位助手，对了，我就知道你会问，虽然在外面发生的事咱不太清楚，不过他身份到底是被你识破了吗？要是我早一点识破，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就怪不得你了，他突然出现在咱的面前，再吓来一跳，就像这样。喂，那边小姑娘，你好像不是咱研究所的人吗？为什么要在这里闲逛？可以，超级的啊！其实我正在找你。等一下，你怎么没有脉搏？你是恐怖片跑出来的僵尸吗？不对，难道你是？我正在执行任务，现在不方便说话。无论发生了什么，请把我当成初次见面的人类，拜托了。还有这些日子到底去哪里了？为什么会被改造成这个奇怪的样子？2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一会儿就拜托你了，姐姐。原来当时我在和单仙女叙旧的时候，大厅里发生了这样的对话呀。就是呢，咱还等着004这几个月的故事呢，可惜都没有以后了。村长接话真是偏心的要死，把所有好东西都给了他，健全的双腿、可爱的外表，还有超级实用的特异功能，这些东西咱一样都没有。幸好咱以前做人的时候就没心没肺，如果换了别人，不得嫉妒死他。超级实用的特异功能，我怎么不知道？他没有和你说过吗？他在被改造成乡村少女容貌之前，还有点别的功能。当年我俩各有用途，004一台是台高精尖的诊疗机器人。诊疗我还第一次听说，那他具体做什么呢？给病人开药打针吗？不是了，这是医生才能做的事。咱一机器又没有行医执照，不敢乱来。004能做的是帮助别人诊断身体健康指数和分析此人剩余寿命。
那你俩各有用途，你的用途是啥？试用会的导览机器人就是摆在那里一遍一遍的播放安全须知什么的，就和一台录音机的区别是完全没有，所以咱才说所长偏心。青音，我现在有件很严肃的事要问你。上回见到你时，我的心思全扑在了研究所的案件上，很多以前的事没有想起来。如今想起来，在没有成为机器人之前，你的身份应该是我国体操运动员何清英。都是往事了，你想要签名还是想看咱表演？如果是后者的话，恐怕要让你失望了。咱现在这副样子实在是翻不了跟头。你是否还记得5年前天湖体育场那个杀人案？那个好像有那么点印象，让咱想想。那个案件的死者是个清洁工老奶奶，对不对？咱还认真的在回想了，咱的人生如此多彩，如这种微不足道小事，怎么会记得那么清楚？我还是问你一点，肯定会记住吧？以前说过，朱平江之所以将何清英的记忆移植给机器人，是因为他死去。他到底是怎么死的？所长又偏偏为什么选中了你？那这其中一定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嘛？没有秘密吗？想太多了。就是咱观光的时候没有认真看路，不小心闯了红灯嘛。咱在5年前退役之后，就在全国四处游山玩水，自然景点光腻了就想去科研机构看看。然后嘛，咱就欢快的跑到制作研究所来，本来是想好个参观的，可眼看就到门口了，咱在过马路时一边刷手机一边跑跑跳跳，对面刚好过来一辆诱惑的卡车啊，直接去2次元了是吧？虽然有点过分，但你死的可真是超级没有价值。现在回想起来，咱也觉得这样是这样，不过嘛，刚好走到研究所门口，也算咱幸运了。所长那时一直正想找着一个将死未死的人来做记忆移植实验，咱刚好又出现在他面前，咱这一副机器的苏适应的时候可吓了一大跳呢。你说你的死亡和移植都是纯粹的意外了？当然，所长在完成手术时根本不知道咱是谁，还以为咱是上天赐给他的实验材料。关于天盾组织事，你又知道多少？这个呀，电视、新闻、报纸咱都有看过，但所长一直把咱当成残次品看待，重要的信息从来不会跟咱讲。他既然是天盾组织的干部，咱也是在那次审理之后才知道。你刚才提到004这台诊疗机器人，可以给我讲讲这里的功能是怎么回事吗？那已经好几年前了。所长在他头部安装一套很厉害的诊疗装置，它会自动扫描每一个靠近的人，记录他的血压、脉搏、骨质是否患有疾病这些健康指数，然后再据此估算出这个人若保持现在的生活状态，寿命还有多少天。可以预知一个人寿命吗？好像在某种动漫里看到，咱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不过功能跟真的预知还是不太一样。这个诊疗功能只能估算一个人的正常死亡时间，突发时间就不行了。毕竟一个身体强壮的大活人也有可能出门左转被车撞死，这个他肯定算不出来。原来如此，我还以为可以靠这个躲避事故和凶杀呢。那它诊疗功能多年来一直在运转吗？据咱了解，自从咱被改造成新的模样以来，以前的功能就应该被拆除了。不过这么一想，它作为诊疗仪器的功能，只有在被改造之前运行过的话，你应该知道的，我并没有失忆，现在也是，过去也是。从5年前天湖体育场的事件开始看到的、听到的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后来他既然会说出那样的话，说明他几年前的数据并未被删除嘛。那青英004以前诊疗过人，是不是还有保存记录呢？应该有一份备份。OK， 我的问题就这些了，如果不麻烦的话，可以帮我看看004的备份吗？这个好。啊，不知道004这调皮孩子隐藏了哪些小秘密啊？这是啥？你确定这堆鬼画符就是所谓的诊疗记录？这是天数吗？左边那一串大串的字母和数字是不是有点眼熟？仔细看看，好像是本国身份证号码的格式吧？没错，004记录是每一个被扫描者的身份信息，后面跟着的那些数字是被扫描者剩下的寿命天数吧？太厉害了，确实有点厉害，但能派上用场感觉都没有。想想当年石井井遇难发生在7月4日，在那之后004就被警方管控。如果把日期调到7月4日的话，应该可以查到他在那天接触过的人。有这么多，3页啊？怎么说呢？这不是毫无区别吗？004当时被摆在了体育场内部，他应该接触到成千上万工作人员和观众，这样的情报能用上就不见鬼了。感觉有点用啊。7是什么？这怎么有个7？这翻了很多页，大部分的数字都是几千到几万，为什么这个人的寿命只有7呢？也就是说004遇到了一个再活7天就会死的人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不，这简直太奇怪了！随时会先去的老爷，怎么会跑到体育场看比赛？会不会有人身上插了一把刀，一直拔不出来呢？OK， 那看来是谁要死了？不会是林小璐、惠里香要死了吧？那没问题，要喝茶吗？一会儿给你送过去。是黄副组长给咱打来电话，咱只有脑袋里的内核接听了。他要说你要的数据已经恢复完了，现在就可以去他办公室取了。啊，那太好了，马上过去。今天这忙完了，咱也回车去看剧了。有空常看咱，下次再见。OK 啊，今天就到这儿了，大家明天见啊！明天玩剑星，然后这个游戏我们下周再玩，拜拜，明天见。